还有我们佛教当中呢，就是叫这个幸福观，也就是人很快乐，就是幸福生活。不知道这个欧洲国家呢，就是对幸福是什么看待？但最近在大陆的话呢，就是很多人拼命的追求幸福，但很多人就追求不到，就是反而很痛苦就有些人因为买车、买房子，还要这个所谓的什么这个医疗保险呐、养老保险呐等等等，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压力，就是所逼迫。也就是说，有些是以自己的这个婚姻啊、家庭啊，还有呢就是自己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处理不好啊，自己的能力不够啊，还有在自己的职称呢，就是需要跟别人就是攀比啊，有一些虚荣心，还有一些呢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矛盾痛苦就不断的就是在发生。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佛教就是也不提倡就是一切我们实践当中的追求全部要放下来，但是佛教呢就是也不提倡就过于的去攀比，过于的要自己用一种虚荣心来开始面对生活，应该是要用合理的用公正的用这种智慧来就是观待自己的这种生活。那么这样以后的话呢确实我在我发现的很多的一些佛教徒当中的话呢，原来他们在这个生存的时候呢，就是特别痛苦，就是对家人的关系啊，对外人的关系啊，就非常痛苦。但后来这个学习佛法之后的话呢，就内心当中的真正的这种快乐呢，就是永远也是可以说，佛教徒虽然有痛苦，但是这种痛苦呢，完全能面对的，就是这种现象呢，是一种这个修行，就是修行当中的一种幸福观。这种幸福观呢，可能是很多的这个钱呢，是买不回来的。这种幸福呢，穷人也可以得到，就是富人也可以得到，就是什么样的都人得到的。就是这一点，我并不是因为自己是佛教徒呢，就是开始这个赞叹，而且呢，在我的生活当中，就是我亲自发现过无数的人的这个生活体验，就是所以呢，也今天给这个分享给就是不同国家的人。其实在这个佛教的有些生活观念呢，就是比较简单的，也是有效的。前一段时间我用一个简单的这个比喻就这个是这样的，有这么一个故事，就是原来一个人呢，他不会游泳，他最后在这个掉到水里面了，然后他掉到水里面的时候呢，他就拼命的就是挣扎，就是他的四肢呢，就是他因为不会游泳，就是他拼命的就是挣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越来越就沉下去了。后来他自己觉得呢就好像没有希望了，就是死就死了，就是然后四肢全部放下来了。当他四肢一放下来的时候呢，那么他的身体呢就是漂在这个水上面，就是已经这个就是脱离了生命危险。我想我们这个生活当中呢，实际上也是这样的。有些人呢，对自己的地位对自己的名声就是拼命的去抓，拼命的去追求。但你越追求越痛苦，就是一直是得不到的。比如说有些人对感情特别执着，然后你越想就是得到这个人的时候呢，就是越来越与你这个遥远。有些人对这个钱财特别执着，你越想越的话，就越得不到。但你一旦呢就放下来，就随缘，就是不要特别的去追求。如果得到的话呢，那就很好；得不到呢，就随缘吧。在这个时候呢，很多的机缘呢，就是会自然而然来。所以说，这是我们也应该就是值得考虑的问题。我们对这个生活对生活呢，就是实际上是应该有一种智慧来观察。在佛教也好，其他宗教当中呢，经常人这个活着的时候呢，应该要一种这个开心，就是不要就是整天的是就是一种这个觉得自己还需要这个还需要那个。人的这个欲望呢，就是相当于是无底洞一样的，就是没办法填满的。那么有一定的时候呢，有一种满足感。这种满足感呢，就是实际上是对家庭和对自己的，包括这个心灵、生活、身体都有非常大的这个利益。
所以我们要面对生活的时候呢，一方面就是对这个痛苦呢，就是不要特别去执着。当你一旦就是遇到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时候呢，你要想，就是这种痛苦呢，实际上对我的生活呢，应该是有帮助的。它不一定是变成危险，不一定变成阻碍，应该是从痛苦当中呢，就是会找到就是它的这个实质性。比如说我们在事业不顺利的话呢，也许这个事业不顺利呢，你的这个事业呢，就是顺利的一个象征。我们在藏传佛教当中呢，经常就是把这个痛苦或者说人生当中的一些不顺的东西呢，就是把它当作是一种这个最重要的一种修炼，最重要的一种这个修行来看待。那么这是我想呢，每一个人应该就是需要就是值得思考。